台独民意代表被罢免，而国民党朱立伦又被戴上一顶红帽子。那么，台湾两党的攻防战中，国民党这次有没有找准自己的位置？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在台湾政坛上，民进党跟国民党的较量也是打了这么多年。而且这些年下来，民进党打得还比较顺风顺水，一路是摧枯拉朽，国民党阵地被打的是严重萎缩。有一段时间，面对民进党台独言论，国民党人不仅要附和，甚至有些人还要表现出更激进，去赢得选票。但是呢，现在看上去好像有一点不一样了。10月23日，就是前一段时间特别嚣张一个台独民意代表陈百维。而且6月份的时候呢，还就是这个家伙嚷嚷着要求大陆向全世界因为疫情问题赔款补偿。这个人呢，前几天就是经过一个投票被罢免了。这个陈百维以前在选举中战胜过国民党的竞争对手，所以这一次普遍认为是国民党一次漂亮的反击，而且是朱立伦担任国民党这个主席之后一次重要行动。至于民进党那边动静也不小，投票前10天，蔡英文在民进党中常会上公开放话，要求所有的党员要大力支持陈百维，所以双方都是主帅上了场啊。那么这一次国民党肯定要化小胜为大胜，把这个事儿的意义进一步拔高放大。所以朱立伦在事后就说，陈百维的罢免案说明抗中保台的戏码不得人心，这一下子就把一个议员的位置就拔高成了台湾统独立场之争了。这件事呢，台湾也有人评论说，陈百维跟蔡英文这2个人身上的内力是系出同门，武功是一样的，类似杨过和老龙女的关系。他这次被罢免，算是蔡英文的一条腿断了。至于陈百维为什么会输，他自己讲是因为言行得罪大陆，言下之意呢是大陆指挥了国民党进行了报复。但问题是选票你怎么解释？我们不可能指挥这么多台湾人投票啊！我们真要是有这个本事直接指挥这么多台湾民众，那陈百维跟蔡英文需要担心的就不是选举，而是会不会马上被人抓起来了。恰恰陈百维他们自己一直玩的是抗中保台，再加上给年轻人洗脑。以前给年轻人洗脑还挺有用的，不管施政水平有多低下，就喊一句抗中保台，总能把问题给缓解了。但这次好像出了问题，这次失败呢，也是因为年轻人不给力。最明显特征就是以前积极参与各种选举的年轻人，现在对政治又开始冷淡。民进党这边说你们回家投票，车票给你们打折，投票现场年轻人都比以前要远远的少。民进党这次输了，倒也不甘心，马上组织了反击。既然朱立伦已经讲了说民进党抗中不得人心，那么他们马上就给朱立伦扣了一顶帽子。以前说他是美国线人，现在又说他是中国大陆渗透台湾的代言人，一下锅就生了。对朱立伦和国民党而言呢，其实倒是个好事儿。其实朱立伦能够反对民进党的抗中政策，和以前相比，真是一个很大进步。下边就要看国民党能不能更清醒一点，给自己找一条存活道路。第一呢，虽然是朱立伦目前赢了一局，但是从整体力量对比来看，国民党还是相当孱弱的。自己如果没有一个足够强的执政能力，一场小胜不说明任何问题，早晚在大局面前还会要败给民进党。第二呢，民进党总是要掐死国民党的，包括以前没收党产都是毫不留情。这次国民党内部选举的时候，也明确打出了一个反台独口号，也没给自己留什么余地，也不可能让自己再反复再去跟民进党做什么新的商量。而且就算是回到台独的路线上，不仅仅民进党饶不了他，大陆也不会给国民党留一线生机，那他就两头不是人了。所以既然朱立伦现在扣了一顶红帽子在头上，那就应该大大方方踏踏实实把帽子戴端正了。而且这个帽子戴得越早越好，对台湾对朱立伦自己的贡献也都越大。这个道理其实不难懂，朱立伦还有国民党人只要参考好1949年就行。好，关于这次罢免投票的结果以及朱立伦应该采取什么对策，今天呢我们就分析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说。